楚小姐，我也跟你说实话啊，你们就这样装装可怜、卖卖惨，就想拿回这批货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是的，我就这么说嘛。对，王厅长好不容易出来跟我们吃饭呢，净谈公事的。来，王厅长，这杯呢我敬你啊。云龙兄这一次呢人在外地赶不回来，特地嘱咐我必须得敬您一杯啊。云龙是兄弟是啊，那你也就是我的兄弟。哎，好说好说，喝一杯。谢谢王厅长啊，谢谢王厅长啊，多多关照，多多关照啊。云龙跟我啊是北方警务学堂的同学，他说话了，我不能驳他的面子。可是话说回来了，我仔细的一想，光凭我俩这个同学的关系，这个面子好像不够。那要是再加上这个呢？其实啊，没有这么复杂啊。你们想拿回这批货呀，答应我一个条件就行了。王厅长，您说。啊，你做我的八姨太，我马上就把这批货给放了。王厅长，您说笑吧？这王厅长肯定是说笑了。哎，王厅长，说笑可要罚酒的啊！我可从来不说笑，我是认真的。那您这是要是认真的话，我也认真的回复您，不可能。在我王国栋的字典里，就没有“不可能”这3个字。哎，行啊，哎，王厅长，你看我这属下，你看他脾气就这样不好。哎，行了啊，放下。脾气爆了好啊，有味儿。老变态，臭流氓，我血急的不死。朱少华，等一下，王厅长啊，你要喜欢这种的，回头我给你找2个，都比这好的。不，我就要他。不行啊，这个你看，结过婚，生过孩子了，这个不好啊。哎呀，文老弟呀，不瞒你说，我家里头那7个姨太太呀，干啥的都有，女学生、女明星，还就是没有个女经理。你起来，朱少，起来。王厅长，刚才是我口不择言了，我一时冲动，这杯酒算是我赔罪了，啊。是，你看不懂事啊，得罚啊，是吧？啊，赔罪，1杯酒可不行，最起码得1瓶酒。王厅长说的是，这得罚1瓶，来，这我替他喝了啊。不用。出来。哎呀，这个豪爽，越豪爽我就越喜欢了。王厅长，你也看到了，就我这脾气，怎么样？你把我娶回去了，不怕家宅不宁啊？不怕，我家里头那几位啊，都很贤惠，他们也会让着你。不行啊！有算命的算过他的命，他的命太硬，在家克死他爸，嫁出去呢克死老公。漂亮，算命的说我呀，命里带煞，女人越刚强越能忘我。王厅长啊，
实不相瞒啊，我呢已经有未婚夫了。有未婚夫？谁呀？他。那就简单了。娘。三爷，三爷，三爷，人到齐了。到齐了，给谁到齐了？三爷，您可以说话了。仙魁跟大顺的后事也办得差不多了。这个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这家呢，不可一日无主。按照陈家祖制，接下来由二顺当家。二顺以后就当家。侄媳妇儿。侄媳妇儿啊，三爷我在这儿。仙魁家里的，刚才三爷说的话，您可同意？我同意。同意。同意。那以后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不同意。你是大顺家的，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三爷，大顺虽然走了，但这个家，他还是有一半的。您既然说我是大顺家的，那我就代表大顺，也应该当这一半的家。一个女人家，当什么家呀？爹在的时候，陈家药铺老店我都能说上话，这分店也是由我来打理。您说我凭什么不能当家？大顺家的，这个家如果没有男人，那另说。可现在二顺还在呢，让他当家，那是天经地义。嫂子，我当了家以后啊，绝不会亏待你跟轩轩，这你放心。二顺都表态了，你还要怎么着？这二顺当家也行，但是爹在的时候，他是亲口答应分店是由我和大顺来打理，并且分我们一半的股份。现在大顺人不在了，那一半的股份也该交给我跟轩轩吧。所以分店打理，我觉得应该交给我。这还有这事儿？你们吵吵啥呢？娘，爹定这事儿的时候，您也是在场的，您说说，我说的是不是都是实话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您不知道？我是妇道人家，你说这个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也不懂。我不记得他们。娘，爹和大顺的头期可都还没过呢，您可不能这么昧着良心说话，他们会死不瞑目的。这怎么跟娘说话呢？娘，这药铺生意上的事儿，它可不是小事儿。二顺什么品行，您是最清楚的。您不能被他的话给蛊惑了。我什么品性啊，楚韶华！自从你嫁到我们的陈家，你仗着大哥宠你，你是处处与娘作对呀。娘是看着大哥的面子，他忍你让你。当然，我以前呢确实也不懂事儿，可是一夜之间我长大了。我告诉你，打今儿起呀，不能容你再猖狂下去。娘，你说句公道话，爹是不是答应过分店由我和大顺来打理，并且有50%的股份？没有的事儿。宋平，你当时也在，你告诉大家，爹怎么说的？你听到什么你就说什么。那天，爹确实什么？你敢？宋平，你说。我忘了。宋平，宋平，
嫂子，你别逼我，你说，我什么都没听见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。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了。嫂子，这过去的事儿呢，我跟娘就不跟你计较了。从今往后啊，你带着轩轩老老实实的过日子，你别兴风作浪了。陈二顺，你别以为你仗着娘和威吓宋平，你就能只手遮天了。你别忘了，爹和大顺还有生意上的伙伴。药铺上还有那些伙计和帮工，他们可都非常清楚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去，让他们看看你陈二顺的嘴脸。拦着！哎，让开！大顺家的，你身为人父，乖张桀骜，忤逆不孝，实在是太过分了。闭嘴！这是我们家的事儿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三爷，你快发句话呀！过分，太过分了！还有你头脑糊涂，任人摆布，你就不配做这个族长。三爷，拉出去！放开我！把他给我关到柴房里去，饿他几天，看他还敢不敢目无尊长。宋平，轩轩呢？轩轩好吗？轩轩好着呢，我一直看着，你放心。我给你送点吃的。宋平，你帮我把这个给解开。我不敢，二顺说了，谁要是放了你，他就打死谁。你别怕他，我就是怕。二顺说了，只要你把什么账本、什么名册交出来，他就放了你。嫂子，你就从了他吧，你斗不过他的。他打人很痛的，我不怕痛，你就让二顺当家吧。我跟你说，自从二顺回来之后，娘可舍得用钱了，顿顿都有肉吃，顿顿都有肉吃就够了。你还想要啥？我要一个公平。宋明，你帮帮我，你偷偷把我给放出去。偷偷的，宋平，其实你心里都知道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陈二顺说的都是假话，我说的才是真的，对吧？我走了，宋平，宋平，宋平，嫂子，你别犟，日子咋样都是过。宋平，宋平。这个老大家的呀，到现在他也没松口哎。急什么？这才2天，再饿个几天，保准服服帖帖的。二顺哎，你那天你对他是不是有点过分呢？过分吗，娘？我不一脚踩死他，以他的性子，指不定闹出了什么事儿了，你信吗？这我倒信呢。可是我这2天我这，二顺你听娘说啊，二顺你听娘说啊，你爹活着的时候，你爹确实说过，这股份要给他1半，要不看我这么着吧，反正就是办个分店，你就给他就算了。算了，
你可真大方。就算爹说了要分股份，那也不是给他，是给我哥的。我哥现在人没了，这股份是不是应该还给咱陈家？你给他，说句不好听的，娘，你就不怕他拿这股份跑了，或者转手送给他娘家人？他送给他，他也是轩轩他娘。你真是老糊涂了。那轩轩长大了是要嫁出去的，嫂子那人气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咱现在让他一步，让他缓过劲儿来，那一口气儿把咱全给吃了。他这孩子性子就是烈，可是你这么关着他，回头出点什么事儿，我这心里……娘，要不你再去劝劝他。哎，打你过门啊，我就拿你当亲闺女对待。你是能干，能干是能干，你这性子呀也太要强了。以前大顺在的时候，宠着你，护着你，但是今后啊。大顺不在了，这家里头可就没有人呐，像以前那样宠着你、护着你了。正是因为没有人能护着我们娘俩，我才不能任由你们这样随便欺负我们。二顺做的是有点那个过分，我骂他了，可你要是听话，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？我只是想拿到我的那份，我有错吗？你要那些个东西，你干嘛呀？啊，一个妇道人家，你这家里头有吃有喝的，你料理家务，把轩轩带大，你不好吗？无论是陈家庄还是北京城，你打听打听去，哪一家的女人像你一样，天到晚外边跑来跑去的？娘，咱陈家现在只有我能挣钱，只有我能做这生意，你为什么就不让我去？赚钱，要不是你非得要去弄那个什么军需，他爹跟大顺能回不来吗？我要是早知道会有那个瘟疫，我宁可我自己去，我也不可能让大顺去。后悔没有用了。娘就劝你以后不要再逞强，这个家肯定是二顺当家，这是多年陈家的规矩，你要遵守，我也要遵守。爹为什么不让二顺插手腰部上的生意？为什么把他赶回老家？你这做亲娘的应该比我们任何人都清楚。你真觉得陈二顺能当得起这个家？那是过去，过去他爹在，大顺在，他们俩顶天立地在前边挡着呢。二顺他小，所以他贪玩。现在他们都不在了，二顺不会那样。他都自己都说了，他要把这个家给撑起来。他还跟我说，他以后他要侍奉你一辈子，就跟那大哥在的时候没有区别。没有区别。老大屋里的啊，我再劝你一句，不要跟二顺去争。你把我的那份给我，在陈家还有救。如果你全给了陈二顺，那咱家陈家就真完了。我劝不了你了，我也不劝了，在这儿待着吧。娘，
您再好好看看这院子。我把花撂这儿，不过多久，咱就都不属于这儿了。这个是我这几年存的私房钱，给你拿去花。哦，我不能要。你就拿着吧。我知道我给你添置的这些首饰你不稀罕，但是还是带着吧，万一手头紧，还可以卖了换钱。等我去了北京，我一定要努力挣钱，把你想要的全都给你买回来。你放心吧，我这辈子都会对你好，我发誓。你看你的手那么冰，你说你出去那么久，你怎么不多穿点呢？你把自己冻坏怎么办呢？你就不怕爹把你的腿给打断了？如果你救不出二妞，你肯定会难过。相比腿断，我更怕让你伤心。我有娃了，爹，我有娃了，我有娃了，我有娃了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以后每天早上起来的早饭，就按照这个定规定量来啊。喝着，喝着。嗯，娘，这也太少了吧？这还少啊？不少。哎，你们俩吃粗粮，我跟轩轩吃精粮。为啥？为啥？就是为咱家里没钱了。喝粥，喝，趁热喝。娘明明有钱的，从北京城家里走的时候，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呢。嫂子，你脑子灵，主意多，想想办法呗。啊，什么办法？让我俩能吃上精粮的办法呀。我不想天天吃窝窝头啃苞米了，我想吃白面馒头，我想吃肉，我想吃。你刚才说，二顺给了娘几十个大洋，啊，我亲眼看到的。嫂子，你想到办法了？什么？给你40个大洋？娘，您看，咱家现在呢，吃喝是不愁，但是咱给长远计算是吧？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做点小生意。你又来了，你这孩子你怎么就不能安分呢？做生意那都是男人的事儿啊！你在家带孩子有吃有喝的不好吗？咱这儿靠着齐州药市，家里一直是做药材生意的，天时地利人和咱都占了，不做生意，那是不是太可惜了？做生意有二顺呐，不用你。
娘，我保证，我做生意挣的钱都给家里贴补家用。二顺给的钱现在够家里用。不，那我这不还和宋平吃着粗粮呢吗？谁家过日子不精打细算的呀？娘，这样吧，我给您写张借条，行不行？我保证3个月连本带利40个大洋都还给您，行吗？不行。你做生意，你亏了本怎么办呢？你写借条，你到时候还不上怎么办呢？我还真上官府，我告你去。你到时候你告诉我，你这钱你补贴你娘家用了，我跟谁要去？不行，娘，从今天开始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允许迈出这个大门一步。昭华，大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娘病了，说让你回去看看。啊，这前2天还好好的，怎么回去就病了呢？大哥，我跟你说话呢，娘到底得什么病啊？严不严重啊？不严重，就是受点风寒。她呢，总是闹着要见你，没别的。啊，那就好。干嘛？给轩轩的。哥，我不能要。你嫂子不知道，拿着。谢谢哥。停车！哎，昭华，你干嘛去？我给娘买药，顺便看看。哎，不用了。易掌柜，你看我们这瓷碗成色。蒸麻袋都是这成色吗？对对对，都一样。啊好，2角1斤。易掌柜，求求您，再给添点儿。2角1斤，我们没法活呀。1文都交不了。我们种瓷碗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卖过这么低的价格呀。我也没办法呀，这是随行就市的。易掌柜，我给你跪下。哎呀，你给我跪下也没有用啊！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又没法给你压岁钱，对不对呀？别烦我了，再烦的话就1毛5了啊！不用求他了，齐州这么多药商，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一个公道的。走，没用的，我都问了，都是这个价。其他药商都跟首元药妆结了盟，一起压我们的价。住嘴！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结了盟压你们的价啊？是我易大金人缘好，别人做生意呀是同行是冤家，我做生意就是同行，亲兄弟，搞钱齐努力，长点学问。我们药农起早贪黑，风里雨里，是指望把瓷碗卖了，让一家老小有口饭吃。你却趁瓷碗丰收联手压价，诚心不让我们活呀！你这么黑的药商，不怕报应吗？你放屁！谁黑心了啊？你刚才也已经说了，今年是瓷碗丰收了。瓷碗是什么？是药，它不是粮食。如果是粮食丰收了，我收一大堆粮食，我可以满街喊，我说啊，我们家粮食便宜啦，你们多买点粮食，多吃点粮食。这是药，我收这么一大堆药，我上大街上喊，你们来我们家买药啊，大家都多吃点药啊，我又不是黑心一张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想卖的话，让你们家的瓷碗都烂在地里，看谁心疼。这药我还不卖给你了。走，易掌柜，我们好商量。要不收啊？易掌柜，你们首元药妆在咱们齐州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，就让点利嘛，让这些药农吃口饱饭吧。哎呦喂，您谁呀？易掌柜，不好意思，这是我妹妹，刚从外地回来，您呀别往心里去。我不会往心里去，既是妹妹，也不是外人，菩萨心肠。那您出高价，把这些瓷碗收过去，我绝对不跟您抢生意。哦，可我们家已经不做这生意了。你不做这生意，你瞎掺和什么呀？啊，
感情钱不是从你兜里掏出来的，你不心疼？你真是站着说话不塞牙。易掌柜，这银联乃是我太爷当年亲手所书，也是我们池春堂100年的经营要旨。而唯利是图、欺负药农，这和我们池春堂做生意的初衷已经完全相悖了。别介，别我们的，我们什么关系？现在这个池春堂跟你们楚家已经没有半点关系了。这个池春堂现在是我说了算，我如果想砸了这块匾，我就拿下来踩在脚底下，我跺上去，我转个圈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易掌柜都有得罪，不得罪。你们几个想卖2角，不想卖走人。少华，走了啊！你说你呀，都是些不相干的人，这又何必呢？有朝一日，我一定会把池春堂再要回来。娘，啊，您这都受风寒了，您还在这院里坐着？哎，娘没事儿。您没生病，什么意思啊？娘等你呢，你嫂子给你寻了一门亲事，这不，媒婆都来家了，想看看你。哎呀，妹妹，你回来啦！嘿。少华，我跟你说哈，哎呀，你这妹妹啊，果然长得漂亮。哎呀，这个曾老爷呀，年纪也不大，今年刚53。哟，那确实不大哈，只比我大30岁。对呀，身子也健壮。大夫都说，整个曾家村就曾老爷的钱他没挣过，那还真是难得。而且我跟你说哈，他家里有300亩药田。那挺殷实的，可不殷实吗？而且他出手大方呀，他给咱们30个大洋聘礼。30个大洋啊！更难得的是，去年曾老爷死了老婆以后，家里啊就没有其他人了。2个女儿一早就都嫁出去了。你一过门，整个曾家呀就都是你做主。可是我这丈夫啊，才死没多久，我这马上另嫁的，这让旁人听了，该怎么说我呀？就是啊，韶华，就算要改嫁的话，也得再过几年吧。哎呀，妹，你要再过几年，我跟你说，你的脸蛋可就不是现在这样了啊！那个时候你要再想找曾老爷这样的家，难了。再说了，那曾老爷都50好几的人了，还想着赶紧再有个儿子呢。我说大侄女儿，就算是你能等，人家曾老爷可不愿意等。哎呀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我想亲自见见这曾老爷。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，这事儿他也不是不可能。大侄女儿，你想什么时候见？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就行。行。方大娘，哎，我想和曾老爷单独聊几句。你先出去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行，那我先在外边等着，有事叫我啊。啊。曾老爷，您对我还满意吗？满意，相当满意。我这50个大洋没白花，太值了。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啊，好。曾老爷，您看哈，我这一再嫁的寡妇，您还愿意出这么高的聘礼，真是让我感动。别光感动啊，赶紧把事儿办了呀！啊，我一看呀，曾老爷您就是个好人。我是大好人，我的好多着呢。成亲以后啊，你就发现了。啊，
所以您既然是个好人，那我就不能害您了。这有些事儿啊，我必须提前告知您一声。你说，这小的时候哈，人家给我算过一命，说我呢命犯孤臣寡宿，在家克父，出嫁克夫。算命的事儿也不太准。我一开始哈也是这么想的，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儿啊，让我不得不信了。我7岁的时候，爷爷就过世了；14岁，爹死了；出嫁以后，到了陈家，我那公公和丈夫都没了。真的？这方大娘没跟您说呀？看来你这命挺硬啊，我也无福消受。曾老爷，实不相瞒哈，我这辈子啊，本来是死了再嫁的心了，但是呢，这今天遇到了您，您看您人又好，这家境又殷实的我，别，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。曾老爷，您是不是误会了？哎，我可不想害您啊，我就是想着这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咱俩虽然没有缘分，但我倒是觉得我有个表姐和您很合适。你还有个表姐啊？她怎么样？我那表姐呀，年龄跟我相仿，相貌上比我呢只能有上没有下的，关键是，她这人呀长了一脸的福相。这算命的说她啊，旺夫又旺子，命中注定有2儿子，能生2儿子啊！您要是不信啊，您可以去我们楚家看看。您要是能看中的话，这聘礼呀，只收您20个大洋。才要20个大洋？这钱多钱少的嘛，就是个意思。主要是看您人太好了，想把您啊留在我们家里。那曾老爷，您看您什么时候有空啊？今天是初1、初2、初3、初4，我去你们家。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不过曾老爷，这事儿可绝对不能外传，尤其是不能让你方大娘知道了。这又是为啥呀？您有所不知，这方大娘啊，一心想把我表姐介绍给她侄子，可我表姐不太情愿，这2家人正因为这事儿掰扯呢。倘若是让她知道把曾老爷介绍给我表姐，我怕她坏了您的好事儿。绝口不提。初4，对，曾老爷要亲自来家里下聘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妹，那我可给你贺喜啦。少华，你是真的愿意啊？那个曾老爷可真是比你大太多了。哎呀，大得多才疼人，懂什么呀？小子，大哥，这事儿你就甭管了，等初4那天看吧。那我得赶紧去找方大娘，我得问问她得准备些啥。大嫂，方大娘这事儿可不能跟她说了。为啥？这方大娘是不是跟你说曾老爷给了30个大洋做聘礼？啊，是30个呀。人家曾老爷答应的可是60个大洋。啊？60？啊，曾老爷亲口跟我说的。他居然扣我30个大洋啊！他，所以说呀，这方大娘这人她不可交了。我要再跟他说半句话，我都不姓周。还有啊，这事儿也不能跟任何人说了，万一陈家的人知道了，肯定作梗。对，妹，还是你考虑周到，不说。等初4那天呢，我就随便寻个由头回娘家一趟。但是在我回来之前呀，还是辛苦嫂子您把这家里好好的收拾收拾，好酒好肉备着，咱不能让曾老爷小瞧了咱楚家。哎，放心，嫂子一定给你办得妥妥当当的。这曾老爷比陈家有钱，人还大方，若是这门亲事能结成啊，这以后
咱楚家需要帮衬，就凭我的本事，定能让他服服帖帖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妹，你终于开窍了。